哎，曼妮，你回来了！哦，好久不见了！太好了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呦，曼妮，回来了！哎，李伯伯，范伯伯，好久不见了！景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兰兰，哎呀，快点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！你把这瓶酱油呢，给你2楼严阿姨拿上去。她要是有零钱，你就一并带回来；没把就算了啊。长这么快啊！曼妮啊，哎呀，你都出去好多年了，这次回来待多久啊？来来来，不用了，我下次来啊！谢谢王大哥。哎，这大城市里回来啊，就是不一样。曼妮姐回来啦！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好啊，哎，好，一会儿过来吃啊回来来吃啊。哎呀，那当然呀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真的肉桂啊！你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曼妮啊，这回回来都不几日子了吧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妈，你这是什么表情啦？我回自己家还要打申请的。就是啊，不是，你这突然回来也不打个招呼，你看你还拖着个大箱子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什么事儿也没有，我就是想回来了呀。你是打算就住几天呢？还是想？我不是答应你们了吗？30岁之前呢，要是什么都没有呢，我就回家来，再也不往外跑了。好。过2天我过生日啊！当然了，你们忘记啦？我没有忘记啊。我肯定要回来的呀。上海现在跟我无关了。我把箱子先拿进去。哎，我去拿。哎，爸，我饿了，你给我做几个菜。没问题，香煎银鳕鱼行吗？一定要吃的啊！再做几个你爱吃的菜啊！好的，我把箱子拿进去了啊。慢慢的啊。回来了！回来了。冰姐，晚上来我家吃晚饭。好。哟，曼妮回来了，阿姨，越长越漂亮了。谢谢。曼妮回来啦！啊，回来了。我怎么看我们妮妮感觉情绪不对呀？平时家里3请4请的她都不回来，现在倒好了，哎，突然就这么回来了，真不知道她遇到什么问题了。哎呀，还能遇到什么问题啊？那肯定是受到打击了，待不下去了。看那样子啊，也不像是衣锦还乡的样子。哎，哦，不过回来挺好的。这世界也看过了，挫折也受过了，就能安安心心的留在我们身边呢。可是我看着就心疼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可提醒你啊，少问少说。女儿想说了自己会说的，不想说呀，也别瞎打听。我们趁着这次给她过生日啊，好好的给孩子暖暖心。我都不敢认了。你说现在也太漂亮了吧？哎呀，大家很久没见面了，她已经有2年没回来过年了啦。哎呦，真是大城市的姑娘。这场声势浩大的生日宴，让我迅速找到了归属感。以前在上海一个人过生日，经常是在加班中度过的，点一碗面，没滋没味的。顶多再配一角小蛋糕，连心愿都懒得许。哎，闺蜜们，
谢谢你们啊，你们辛苦了。哎，可以了。哎呀，真的，今天真是太开心了。你们家的碗来了，慢点慢点，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啊，都给你拿来了。哎呀，妮妮啊，你连洗发水都带回来了。我习惯用这个了，怕这里买不到呀。今天高兴吗？高兴。你是不是把全镇的人都找来了？你看看啊，这是今天大家跟你在一起拍的合影，每个人都在夸你漂亮、有气质。你说我这心里有多开心啊！看看这张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戴眼镜的？哎呀，眼睛老花了，不戴不行，看出来模模糊糊的。你看现在看得多清楚啊！这些照片不都是我朋友圈里发的吗？对呀，我都给你存下了。哎，那一年我快退休了，哎呀，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，我就把你的照片翻出来，对着你的照片说：“女儿，我会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哦。”那这张呢？这是我吃饭拍菜的照片，也没有我，你也存啊？那当然，我好知道我女儿，在外面爱吃些什么菜呀，喝些什么喜欢的奶茶呀，还有吃什么蛋糕，包括你的指甲油改颜色，我都知道。这样，我对你了解的就更多了。妈，我回来，你高兴吗？其实我心里还是挺矛盾的，盼着你在上海能够过得更好，过自己想要的日子。可是真怕你不回来。你在上海的这7、8年，我都给你记着呢。第1年你回来了20天，然后就是17天、8天、3天。就是前年和去年，你因为太忙了，所以在放年假的时候，就和朋友们出去旅行了。那一年过年，还是我和你爸爸去上海看的你。也许真是这样啊，孩子长大了，越有出息，跟父母见面的机会就越少，你就突然回来了，你就知道妈妈心里有多高兴吗？这样我每天都可以看见你，摸着你了。妈，真好。回家真好。妮妮，生日快乐！礼物我们已经给你寄出去了。生日宴太牛了，流水席啊！早知道我们跟你回家一起见识一下了。照片看着牛，其实没吃饱。呀，生日得吃饱呀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于伯，妮妮啊，还没关门呢。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哎呀，这次回来您一瞟我就知道我是谁了。不认人也认头发呀，这几条街谁不是我从小剪到大的？你这头发自来卷拉都拉不直。啊，真的吗？看来你呀，头发白了，眼睛倒一点都没花。剪剪。好，剪剪。今天我过生日，就剪剪。从头开始。哟，于伯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在用这个水壶啊？进门先洗头，不费这道手，怎么多收你们的钱呢？
我这是童叟无欺，光剪发10块。太实惠了。你呀，打小就是头发又多又硬的。女孩子呀，头发硬，脾气就硬，少不了爱修剪。哎，对了，于波，这个附近哪里有开着的饭馆呀？这生日宴你寿星没吃饱啊？没有，我现在饿了。咱们这小地方，谁家晚上还出门吃饭呢？你当这是夜上海呢？我要不是归着东西，也早关了。哎，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在上海待过呀？待过的人多了，能扎下根的毕竟是少数。人回来了，心也要跟着回来。要么你今儿早啊？早。呀，嫂子。哎，呀，妮妮，今天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！那我给你买好了睡衣，洗过了，香喷喷的。妈，你这是审美灾难啊！大城市里待惯了，还审美灾难呢。妮妮啊，妈妈给你介绍的，哎，听着听着听着。妈妈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，见见呗。我这不是刚回来吗？我今天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跟你说这一句了，你已经30了，还能不着急吗？那你让我休息2天行吗？哎，休息什么休息啊？马上见见。我马上见。那我先换个衣服。记住了啊，见见。我肯定见，您放心吧啊啊！我换个衣服啊。去哪儿呢？啊，我想随便走走，买杯咖啡喝。上来，我带你去咖啡馆。不用了。哎呀，上来吧，这店你又不熟，真的我带你去。谢谢你啊。哎呀，你客气啥呢？再客气我不高兴了。上来，上来嘛，来。那谢谢你啊。没事。哎，坐好喽。啊，走喽。于博好。服务员，哎，我这杯是拿铁吗？是拿铁呀。这是速溶咖啡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现在都卖的是手磨咖啡。知道了，谢谢。小姐，做指甲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们店的特色，客人可以边喝咖啡边做美甲，方便大家。那些火锅店不都是这样子的吗？但是我们做美甲是专业的。我们刚开始，老板只卖咖啡的时候，天天赔钱。后来呢，把这美甲搞上了。我们现在是最火的咖啡店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不需要了，谢谢。哦，谢谢。我到现在都没缓过神儿来，那你就这样回老家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，告别的猝不及防。是不是我们这个年纪，告别就是以后的常态了？是啊，其实我挺理解曼妮的，
别忘了，咱们都30岁了。30岁，真的就会不一样。我也是从这次曼妮的事情上，才了解到，你说人过了30岁，好像就到了一个分水岭，心态什么的，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不过对于曼妮来说，回家未必是件坏事儿，也未必就是结果。你觉得他还会回来吗？那真得看他自己了。喂，你现在方便吗？回来一趟吧。怎么了？爸妈来了。你爸妈？今天早上，你妈妈到楼下去兜一圈，碰见几个邻居，说是前段时间你的什么个人信息在网上给传出去了，离婚了。你妈妈跟他们大吵了一架，回来跟我一说，我也挺生气的。她可是刚吃了药过来的，所以这个事情啊，你们要慢慢的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陈宇啊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妈，真不是因为这个。那是因为孩子没了。也不是。那就没大事儿啊。是的，小琴是被我们惯坏了，特别是他爸，含在嘴里都怕化。这么大人了，不会干家务，不会做饭，不会买菜，整天大大咧咧，没心没肺。但是他以后会改的。陈宇啊，如果是因为这个，我跟他爸，我们给你赔个不是行吗？妈，你过日子，你找媳妇儿得找个人品好的。我们小金多好的孩子呀，对吧？这上嘴皮跟下嘴皮还打架呢。你们不能动不动就提离婚呐，而且不能动真格的，知道吗？离婚是我提的，我们俩没那些乱七八糟的，就是性格不合，谁都不想凑合了。什么叫性格不合？我就看不惯你们现在年轻人，两人想在一起就性格合，不想在一起就性格不合。我跟你爸性格合吗？什么时候合过？他喜欢唱歌，我喜欢跳舞。哎，他夏天怕冷，穿这么厚，我就是怕热，我恨不得把自己塞到冰箱里。过日子，一人退一步，哪有那么好的日子过呀？要不，哪能为了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，那你们就离婚？这不行。